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些精美造像，便位于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紫云山的重庆寺之内。此寺始建于北宋年间，如今寺内尚有2座宋代建筑遗存，建筑内还有大批宋代的、明代的精美造像，大大小小共有300余尊，其中的18罗汉塑像更是被誉为宋塑之冠。虽然这边的诸多造像都在上世纪90年代遭到了盗贼的破坏，但后期复原得当，并不会影响观感。因为重庆寺内拥有如此多的宝藏，所以这里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。同时，它也是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取景地。本期视频是我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巡礼系列的第37期，我主页有过往的节目可看。取景这个事儿是山西文旅自己公布的，但我知道通关也没看出来从哪儿取的景，到时候就看 DLC 有没有了。而本次旅途的同行人便是我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长治的重庆寺，对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们是2024年10月自驾过去的，紫云山的山脚下就是停车场，附近有好多小摊位。为了有体力登山，我们决定先吃一顿长子炒饼，有很多人给我们推荐过这款美食。另外，贵州人南希很爱吃辣，吃炒饼也放了辣椒。此外，这边的丸子汤好像也是特色，你们来可以顺便尝尝。下面我们准备上山，上山可以步行，也可以坐摆渡车。这次在晋东南访古，我爬山爬的是够够的了。因为真古建筑几乎都盖在山上，所以看见摆渡车那肯定得坐，多花俩钱也无所谓。现在我们来到了重庆寺的附近，剩下的路步行就好了。重庆寺本身位于一个高台之上，它的正面是一个非常厚重的石仿木影壁墙，这个外观看起来比较新，年代应该没有那么久远。现在我们来到了重庆寺的入口，准备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就第一时间看到了明代的天王殿，它的斗拱结构非常简单，仅前出一跳华拱而已，屋顶则是单檐悬山顶。现在我们先走进天王殿，来看看这边的明代天王造像。按道理来说，天王殿里应该有4大天王，但这边只剩下2大天王了，而且破损比较严重。他们身上的衣甲颜色还在，但手脚基本上全都没了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是明代的原物，起码工艺水准还是在线的。天王的背后还有残存的壁画，而建筑的山花面也有少许的彩绘颜色留存。我们从天王殿出来，直奔下一进院落的东配殿，也就是卧佛殿。此殿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悬山顶，殿下有一块清嘉庆年间的重修碑，墙上还镶嵌了一块咸丰年间的碑。可惜卧佛殿锁着，不能进去看，甚是可惜。卧佛殿的西配殿是宋代建筑大士殿，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硬山顶小房子，殿内的金柱上面还有盘龙悬塑，其殿内的梁架均为宋代原物。这边的木梁看起来也确实是非常古朴的样子。现在我们走进殿内，能在主位看到观音、文殊、普贤3大士的造像，可惜这些不完全是原物了。在1991年，曾有一伙盗贼来此盗窃3大士的造像，但没能盗走，反而把3尊造像摔得粉碎。如今的3大士彩塑是长治当地工匠重新修复的，请记住那位老师傅的名字史延春，是他复原了昔日宋塑的风华，这个工艺水准挺高了。等到若干年之后，这些就都是国宝了。不幸中的万幸是，3大士的坐骑没被摔坏，这些是货真价实的宋代塑像。尤其是这只白象，如果你走近了细看，就会发现它的眼睛在活生生地盯着你。殿内的周围则摆放着宋代的18罗汉造像，因为这组罗汉造像极为精美，所以他们也遭到了盗贼的觊觎。还是1991年那伙人在这边盗割了12个罗汉造像的头，直到2002年才被追回。因为这一组造像是重庆寺最重要的看点，所以我们当然要重点解说。至于罗汉的名字，我们还是按照他们约定俗成的民间名字来逐一命名。右侧第一尊为托塔罗汉，其为寿眉童颜的老僧形象，其左手举起像是拖着东西，推测以前有塔，所以民间将其称为托塔罗汉。其下方座位为束腰须弥座，露出的一只脚穿着僧履，姿态安稳且端庄。第2尊为降龙罗汉，是中年僧人形象，其皮肤为红色，眉毛胡须浓重。他上身是光膀子造型，只下身覆盖袈裟，双腿造型酷似弓箭步。就这个人的总体气质，一看就觉得他的武功很厉害，大概率是按照武将或武僧的形象创作而来的。另外，他侧面的缺损大概率是以前放龙的地方。
第3尊是沉思罗汉，这是少年僧人的形象，是全场最年轻的一位。其双目闭合，表情安详，并以家夫坐姿坐于须弥座之上。虽然手足都被广袖袍服盖住了，但我们也能看出来，其双手在袖中结禅定印，而且是赤足，因为僧鞋被脱下来放前边了。第4尊为持禅罗汉，是一个方脸的老僧形象。看近景后发现，他脸上的皱纹都被塑造得栩栩如生，表情则是淡定沉思的表情。他的座位不是须弥座，而是一块风化的山石。另外，他的手里还抱着一个被拉长的蟾蜍，所以叫做持禅罗汉。第5尊为笑狮罗汉，原本是猎杀狮子的猎人，之后修行佛法，放下屠刀，狮子也为之感激，所以得了这个名字。仔细看，有一只被感化的小狮子就在他的脚边。罗汉则身穿交领长袍，面相丰润平和，泰然自若，似乎已洞悉了世间万物的规律。第6尊为震铎罗汉，是梵僧的样貌，皮肤为赤色，其右手的姿势像是原本握有铃铛，也就是震铎的那个铎，但现在已经是空的了。其右腿盘于座位上，左腿则自然下垂，腰间恍惚可见系带状浮雕。第7尊为长眉罗汉，是老僧的样貌，他的眉毛就是典型的长寿眉，其身形瘦削，胸肋骨骼根根明显，脸上也布满皱纹，坐姿则近似于水月观音的自在坐，看起来轻松且潇洒。第8尊为持炉罗汉，双手的姿势像是抱着个小火炉，名字大约就这么来的，但观众只能站在远处参观，并不能到近处去确认。其造型像是个青年书生，相貌清俊且安详，坐姿比较挺直，佛衣更近于包衣博带式。第9尊为布袋罗汉，这是个袒胸露腹、笑呵呵的胖和尚，左手就拿着布袋。他这个胖乎乎的亲切形象，直接影响了后世布袋和尚的造型，间接影响了明代以后弥勒佛的造型，并以这样的造型一路存留到如今。然后我们越过主尊造像，继续看左侧的另一半罗汉。按照顺序来看，第10尊为静坐罗汉，他的状态与前边的沉思罗汉近似，也是家夫坐姿，双手在袖里结禅定印，在安静坐禅。但区别在于，静坐罗汉是睁着眼睛的，这在神态上就又多了一些不同的差别。第11尊罗汉为儒罗汉，看起来像是个饱读诗书的儒生，相貌比较清秀，而且是微微含笑的表情，其袍服上则有立粉贴金装饰。再看全身时，发现他这个坐姿和旁人不同，是半蹲坐的姿势，左腿是蹲，右腿自然下垂，看起来颇有智慧。第12尊为奋击罗汉，也是络腮胡子的梵僧形象，皮肤也是赤色，其表情既激动又灵动，身上则是袒胸露腹的状态，肌肉看起来比较发达，武功应该比较厉害，感觉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那个火攻头陀就应该是长这样的。第13尊为说法罗汉，此为青年僧人形象，表情似笑非笑，微微开口且露齿，像是在讲经说法。坐姿则是一腿蹲坐，一腿盘，有点像自在坐，但坐姿要更正一些。这尊罗汉像的造型非常生动细腻，不仅表情酷似活人，连衣服上的带饰与扣环都被栩栩如生地复刻出来了。第14尊为苦修罗汉，形象为老年瘦削僧人，其头戴风帽，满脸皱纹，袒露胸腹且骨骼分明，并以家夫坐姿坐于座位之上，双手于膝上结禅定印，总体状态平和且安详。第15尊为芭蕉罗汉，他的这个姿势叫做半家夫坐，就是一条腿盘着，另一条腿搭地，有时候还会翘二郎腿，因为他的左手里边握着一个大芭蕉叶，所以被人们叫做芭蕉罗汉。其面相圆润平和，右手向前伸出示意，似乎在讲经说法。第16尊罗汉为捧经罗汉，也是中年梵僧的形象，皮肤为赤色，这比起前几位梵僧看起来就显得文绉绉的。他手里拿着一卷经，所以叫捧经罗汉，这大概率是在和别人辩经。另外关注一下他的鞋头上有云形花纹，这个就叫做云头僧侣。第17尊为伏虎罗汉，这是一个老僧的形象，虽然年纪大，但表情看起来并不好惹。其右手食指指着旁边被降服的小老虎，其衣服上的褶皱则被很好的复原了出来。第18尊罗汉为看门罗汉，因为位置靠边就被起了这个名字。这是一个青年僧人的形象，外貌清秀俊逸，并以半蹲半坐的姿势坐在须弥座上，左肩位置则有一个带钩。我们在博物馆里经常能看到带钩单品，这次算是在模特的身上见到了使用中的带钩。
至此，我们就看完了重庆寺的宋肃18罗汉，也彻底逛完了大士殿。走出大士殿之后，我们奔向正殿千佛殿。此殿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9年，也就是公元1016年，距现在已有1009年的历史。此殿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歇山顶。现在我们走进千佛殿内，看殿内的塑像，主位共有4尊造像，其中最靠前的这一尊小像，便是明代的铸铁胎泥皮毗卢遮那佛，其双手结最上菩提印，也就是毗卢印。上面的3尊塑像是一佛2菩萨的造像，一般被认为是释迦3尊，也就是中间释迦牟尼，左右文殊普贤，这是宋明结合的一套塑像。根据专家推断，其下方的须弥座为宋代原物，但上方的一佛2菩萨则为明代补塑，尤其是两侧的菩萨像，他们头位戴花冠，胸位配璎珞，只是头上挽了个发髻。这样的菩萨造像不那么主流，但也不是孤立。北京故宫雕塑馆里也有近似发型的木雕金漆观音菩萨，这尊是清代的，所以重庆寺的那2尊菩萨大概率也是明清的。但造像背光是什么朝代的，这个还得仔细看。我们先看主佛的背光，它整体上都是金灿灿的，各位可以回看我的双林寺视频，那边的明代背光也是金灿灿的，两者很可能属于同一时期。但菩萨的背光是彩多金少，这和运城余庆禅院的宋代背光有近似之处，它更像是宋代的。当然这点证据是不足以下结论的，我们再找找其他的细节。看主佛的背光上还有六拿具的一部分，它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元素，但一直比较小众，直到明代才广泛流传开来，正好对应重庆寺在明代的那次大规模修缮。而菩萨的背光上就没有六拿具这样的元素，它对应的可能是更早的年代。基于以上2条证据，我们可以初步推断，主佛背光为明代留下的，菩萨背光要么是宋代的，要么是明代按宋式修缮的。另外，主佛和2菩萨的背后都各有一个观音像，倒坐观音不稀奇，但放这么多观音，这还真是第一次见。建筑一侧的山面之上有大批明代的小型佛像悬塑，这个就叫做千佛。但另一面的山墙就没有这些了，以前是4壁都有的，所以这间大殿就叫做千佛殿。千佛下边的这些字还真不像是乱涂乱画的，它很像是黑板报，也像是一份正式的通知。感觉这千佛殿以前当过学校的教室啊。现在我们走出来，走到千佛殿的侧面，就会发现它的侧面藏着一块碑，当时我没看出年份来，过后查了资料才知道，这是宋代的书4大部经并建内外藏碑记。站在这块碑的位置往左前方看，就看到了一座实地殿。实地殿也是一座面阔3间的悬山顶小房子，如果你绕到它的后边，就会发现墙上有很多生锈的大铁钉子，这些钉子就是在古建筑上常见的壁虎钉。这是一座明代建筑，建筑本身没什么可说的，但里边的造像很漂亮。因为主尊是地藏菩萨，所以又叫地藏殿，那么里边供奉的必然又是阴曹地府的神灵。现在我们走进来看里边的明代造像，位于主位的地藏王菩萨，其头上同样是挽发髻，背光区同样有残存的6拿具，严格来说就剩下2拿具了，分别是现了原形的那罗拿和白象旧罗拿。而须弥座上的力士大都掉了头，就只剩下一个有头的力士，其造型非常勇武粗犷，很像是现实中的武将。两侧的造像则是十殿阎王和6曹判官。在地狱主题的殿内，这些都是老熟人了，不稀奇。真正稀奇的是，冥王和判官的头顶上有大片大片的建筑悬塑，这些都是人们对想象中森罗宝殿的具象化体现。里边还有阴司审案的场景，不是每座地藏殿里都有这样的陈设，这种观感实在是太精美了。现在我们来到院子的最后方，绕了一圈之后又重回了院落的中央，这里已经没有其他的看点了。我们今天的旅途终告结束。今天这期视频做得太难了，因为查资料的时候除了18罗汉的资料比较系统之外，其余的资料基本没有。这些专家教授也真是的，光逮着18罗汉薅，给人都薅秃了。有空也研究研究其他的地方嘛。最后没办法，我只能按照过往的经验自己去观察推断，反正我是尽力了，只能看出以上这点皮毛来。但是无所谓啊，现在山西已经火起来了，来这边的人也越来越多，说不定就有更专业的人过来，一步步的深入考证，辨出那1000年宋构之内的造像还保留了几成的北宋古意，又有几成的大明新韵。历史的迷雾就在你一砖我一瓦的交替中被一点一滴的揭开，
并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里。能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留下这样的一砖一瓦，也算得是一份值得期待的天命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